嗨嗨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又是无麸质的点心，用生米做面包。但今天的版本呢是更健康的版本，精力面包，用超级健康超有能量的菠菜来做这款米面包，真的好吃到不像话。不信的话你试做一次就知道咯。精力面包要使用的材料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一下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。刚才说过啦，要用这个充满能量然后烘烤又不容易变色的菠菜，清洗干净就放一旁备用。白米的部分呢，我用的是月光米，你也可以用珍珠米或是寿司米这类的米，不适合糯米再来米哦。就把米的外表杂质灰尘清洗干净，接着浸泡2到3个小时，赶时间的话就泡热水1个小时，如果要浸泡冷藏隔夜也是可以。泡好的米呢，我们要搅打之前彻底的沥干水分，一定要彻底沥干哦，否则水分过多残留，米糊会过湿。沥干水分的米呢，直接放入破壁型的调理机当中，加入除了即溶素发酵母以外的所有食材，菜叶就随手拨一下，清水也可以改成牛奶或豆浆。已经提醒过很多次咯，一定要用破壁型的调理机，破壁机才有办法把米糊呢打到非常细致的状态。普通果汁机呢，我自己试哦，或是有些朋友回报米粒不够细致，会沉淀在面糊的底部，最后组织会坍塌失败。大概就是搅打1分40秒左右，我们刮杯一下，顺便可以测一下面糊的温度。面糊的温度呢，不可以超过摄氏43度哦。然后看一下米糊的细致程度，如果还有小小沙粒状的米粒残留的话呢，还是要再搅打一下哦。反正就是要确定米糊细致就对了，不够细呢就再高速搅打一下。确定米糊够细致之后呢，可以加入即溶素发酵母，稍微混拌均匀就可以。这个混拌过程呢就不介意速度了，只要拌匀就可以。完成的米糊呢，就立刻倒入铺了烘焙纸的模具当中。如果用的是不粘烤模，就不用烘焙纸了。面糊大概倒入模具的1半就可以。接着我们设定摄氏40度的温度来发酵20分钟。任何可以设定温度的工具都可以，像是水波炉、烤箱、干燥机都可以发酵。发酵完成后呢，我们立刻取出，表面喷上大量水雾，然后立刻送进摄氏180度预热好的烤箱当中。这也表示发酵的中途呢，就要开始预热烤箱咯。因为每一家烤箱的预热时间不同哦，要自己计算一下，否则掌握不好，发酵过头一定会失败哦。发酵失败的面包体内部呢，就是有很大的孔洞，很像轮较高，孔洞组织很大，就是发酵过头。烘烤的30分钟呢，也要很有耐心哦。大部分的时间呢，都在烤内部的组织，一直到烘烤的最后6-7分钟才开始上色表面，所以千万拜托一定要很有耐心哦。大概就是走完30分钟的行程，然后外表金黄上色，这样就是成功的。不过因为每家烤箱效能不同，还是要自行微调增减时间哦。时间到后立刻取出面包，稍微放温凉之后，我们再来脱模。刚开始的表面呢是有点硬脆的，稍微放凉之后呢，外表就变柔软咯。准备来脱模了，我们先移除烘焙纸。你看看这个外表的颜色，真的水当当。然后记得手要轻柔哦，因为这个面包组织非常的软，因为组织真的太柔软了，很容易乱捏。来看看这一块的侧剖面，有一点点给它发酵过头，不过说实话还是非常松软好吃哦。然后这一块就是手煎的结果，都捏出一个洞了。我知道你很想大叫，放开那面包，不要再蹂躏它了。怎样？
我就喜欢，不然你来打我啊。I got this picture in my closet. It's gathering dust right now, and the edges have been folded once or twice. 现做现吃还是最好吃的，真的吃不完就切片放入密封拉链袋当中，或是保鲜盒当中，想吃的时候回烤一下或是回蒸一下就可以了。A picture of you. You're standing by that window, playing your guitar. And if I close my eyes, I can almost hear your song.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咯，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，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And I remember every day that I spent with you, the look you had upon your face when I said goodbye. I don't know why I let you go, but I was young and dumb, and all that I have left from that time is a picture of you. I could talk to you